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实测 iPhone 17 Pro 的摄影表现。这次 Apple 升级了感光元件 AI 算法，很多人感到好奇。接下来我会从街拍、人像、夜拍到影片录制，带大家看看它的实际表现。这一次苹果采用了全新的热锻造铝金属机身，整个边框一体成型，手感比上一代更顺滑，重量也稍微高了一点，感觉很扎实。背面的摄影高原设计很醒目，3颗镜头三角形排列，辨识度很高。主镜头、超广角、长焦，尤其是长焦，这是支援潜望式变焦，最高8倍光学品质变焦。这次的颜色很特别，有银色、藏蓝色、宇宙橙。我手上的是藏蓝色，也是非常的抢眼。白天街拍时 ，iPhone 17 Pro 的表现让我蛮惊喜的。新的主镜头感光元件加大，解析力和动态范围都有明显提升。在阳光下拍建筑、招牌或阴影区时，你会发现它能同时保留天空的蓝和暗部细节，这部分在手机里真的少见，即使和传统相机相比，差距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。这次的人像模式升级幅度很大，新的 AI 演算法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景深，而且拍完之后还能再改变对焦点，这点非常的方便。实际拍起来，肤色的还原更自然，不会过红或过黄，尤其亚洲肤色看起来很舒服，散景模拟也更自然，边缘不再那么剪出来的感觉。当然，如果拿来跟 Fujifilm X100 VI 比，你还是能看得出差异，毕竟那是 APS-C 感光元件，加上实体大光圈的前景深效果。但 iPhone 17 Pro 给一般人带来的相机感已经够强了，而且操作更简单，不用懂光圈、快门，手机直接帮你算好。对于只想轻松拍出漂亮人像的使用者来说，这一次真的进步很多。我也注意到，这次的 AI 对焦在脸部与眼睛的辨识非常灵敏，无论是戴帽子、戴眼镜，甚至有一点侧脸，它都能快速锁定焦点，而且在人像模式下，背景光源的表现也比较柔和，像是路灯或夜视的灯泡不会变成一坨死白的光斑，而是带有一点相机镜头特有的色散感。此外，17 Pro 的新增景深模式可以在拍摄后自由切换对焦距离，让你玩出更多创意角度。例如，你可以先对焦在人物，后期再改成背景，整体感觉就完全不同。对 Vlog 或旅拍创作者来说，这其实比传统人像镜头还灵活。而在人像光线处理上，它现在会自动补一点柔光，像是苹果那种隐性打光的感觉，在户外阴天拍人时特别有用，肤色会显得更平滑但不假。整体来说， iPhone 17 Pro 的人像演算法不只是模糊背景，而是真正模拟相机的立体光感。色彩方面， Apple 还是维持那种自然干净的风格，不像某些手机那样刻意浓艳。这样的调性其实更耐看，也方便后期修图。如果跟 Sony RX107 比， iPhone 的色彩没有那么相机味，但感光更舒服。快门反应也很重要， iPhone 17 Pro 几乎没有延迟，抬手就能拍，这一点有点像理光 GR3 的街拍节奏。虽然没有实体快门拨感，但它的机动性真的不错。对喜欢捕捉瞬间的街拍玩家来说，是非常实用的一台。
另外，我发现17 Pro 的自动对焦准确率比前几代更高，即使快速移动或者画面里有人走进走出，它几乎都能及时重新对焦，不会拉风箱。在人流多的街头拍摄时，这样的稳定性真的会影响你能不能抓到那个瞬间。同时，它的连拍速度也变快，你只要长按快门，就能一口气拍好几张，方便后置时挑出最好的那一张。HDR 处理的自然度也明显提升，以前有时候天空会被拉得太灰太假，现在则是细节保留，同时不夸张，有种真的在现场的真实感。如果你习惯用手机拍街景或旅行记录， iPhone 17 Pro 几乎能直接出片，不用再另外修色，这点很方便。除了画质的提升，我还注意到 iPhone 17 Pro 在拍摄体验上有很多的细节进化，像是快门声、取景框更新率，整体流畅感更接近专业相机。新的即时曝光预览也非常实用，在拍照前就能明确看到曝光补偿后的亮暗变化，不用拍完再调。如果开启摄影风格功能，你能微调对比与色温，拍出更贴近自己审美的风格。我觉得这一点对街拍创作者非常重要，因为每个人看城市的方式都不同。有人喜欢高反差的黑白感，有人偏好温润的底片色调，而 iPhone 17 Pro 给了足够的弹性，不只是好拍，而是能拍出个人风格。夜拍部分 ，iPhone 17 Pro 同样让人惊讶，新的夜景模式演算法让曝光更准确，杂讯也控制得很好。我在街头拍摄时，暗部细节清楚，亮部不曝光，路灯的光晕自然，不会整片糊掉。虽然1寸感光元件的 DJI Pocket 3还是略胜一筹，但差距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大。对于旅游或日常记录来说，只拿 iPhone 出门拍夜景也完全没问题。而且我特别发现，这代的夜景演算法曝光时间更短，手持拍摄也比较不容易糊，以前需要稳定拿个2-3秒，现在大多时间1秒内就能完成曝光，加上防手震的效果更强，手动拍夜间画面也依然稳定，白平衡控制也更准了。以往在混合光源，像便利商店门口那种黄白光交错时，画面常常会偏色，现在 iPhone 17 Pro 几乎能自动修正，让整体色温更贴近肉眼看到的感觉。另外，它的夜拍模式支援弱拍摄，你可以在后置时拉出更多暗部细节。我实测在Lightroom调整时，档案的宽容度真的提升不少。对于想练习调色但又不想带相机出门的人来说， iPhone 17 Pro 绝对是很好的练习工具。再来讲影片， iPhone 一直以来都是手机里面最强的拍片工具，17 Pro 也不例外。这次它支援 4K 120帧高格率拍摄，还能入 ProRes RAW 格式，这对专业剪辑或喜欢调色的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实测时，防手震表现很稳，即使边走边拍也能得到很顺畅的画面，动态范围也很广，天空和人脸同框时，亮部暗部都能保持细节。如果拿来和 Sony A7C II 这种全篇幅相机比，当然还是会有差距，尤其是在前景深和高感光控制上。但以口袋里的装置来说， iPhone 17 Pro 已经完成非常专业的拍摄任务，对于 Vlog 或旅行记录，这台手机绝对够用。影片部分，我也想特别提一下电影模式的新变化。这次支援 4K 拍摄时，依然能使用景深模拟，画面看起来更接近真实相机镜头的焦外过渡。
我试着用它拍街头人像 vlog， 在切换对焦时，那种呼吸感变得更柔顺，几乎没有人工切换的违和感。而且 ProRes Lock 的宽容度真的惊人，在后期剪辑时拉亮暗部、压高光都很自然，这对想学色彩管理的创作者是一大福音。整体来说，这代的录影能力不只是稳定，而是朝专业制作工具迈进。如果你是 Vlog 或 YouTube 内容创作者， iPhone 17 Pro 几乎能单机完成拍摄、收音与调色。总结 ，iPhone 17 Pro 在街拍、人像、夜拍和影片上都展现了非常强的实力，甚至取代了多数的随身相机。所以这台手机更适合作为一机解决所有需求的选择，而不是完全取代了专业相机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